Hello， 大家，这里是面面。今天这期视频带你们去吃杭州人均100的家常馆子和人均900的米其林1星金沙厅，看看杭州究竟是不是所谓的美食荒漠。是的。第一家在当地食客里口碑还挺好的，也比较有烟火气，生意特别好，是需要拼桌的，点菜也是手写单，还蛮有趣的。脆皮大肠本来算是一道经典粤菜，但现在好像也算是杭帮菜里的一个特色了吧。做法就是大肠先卤，再刷上脆皮水，以后入锅油炸。蛮好吃的，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上次在那个大肠包那家店吃到那种大肠，但是有一点点大肠味道的，不像上次我们宁波吃那家是一点大肠味道都没有，但是它脆皮也没有那么脆吧，对，就一点点外面一层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菜，吃吧吃吧。道都菜木鱼丝里的这个道都菜是杭州绍兴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，用9头芥菜腌制而成的，感觉和上海人爱吃的雪菜木鱼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它烤人煎，然后口味偏重点，但是蛮好吃。蛮好吃的。感觉拌面挺好吃。对。刚跳了，再跳了。重头戏当然是这个杭州醉虾了，一般用的都是江浙沪一带特有的河虾，用高度白酒泡一下以后再下调料汁。以前这个菜呢，上海是吃得到的，但是后来就不让吃了。就特别甜，有那种类似于红枣桂圆的那种甜味在里面，很甜很甜。我觉得太甜了，甜到完全吃不下的那种甜。这来了杭州怎么能不吃臭豆腐呢？就当时吃的时候其实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剪视频的时候真的是馋得很。可以。你们仔细品品这外皮酥脆的声音。我觉得臭豆腐就正常吧。看就是很上头。还点了一个爆双脆，其实油爆双脆的传统做法是用猪肚或者羊肚和鸡胗，这家店改用了鸭胗和墨鱼花。味型不一样，那个食材一般。他们家的墨鱼丝和鸭胗吃起来感觉是冻货，不是新鲜切的。第二天去了久闻大名的金沙厅，想来看看所谓美食荒漠的杭州的天花板吃起来是什么感觉。那边，哎，对，左边。这应该是宴请。我们这个也是。如果你们看了我之前在宁波 vlog 的黑珍珠体验的话，可能猜想我当时心里的忐忑程度。但不吹不黑，就是光服务这一块，这家就比前湖渔港好太多了。所以说稍微不用压低的声音说话。上次前湖渔港也是自己做的。这东西如果去买的话，还挺贵的。不会吧？每桌都会送的开胃小菜。不要来阵风把它，也就那样。我主要觉得它里面那个青豆的调味还可以，但是上面放炸鸡，我实在是吃不出来是有什么名堂精，就是大家的味道。而青豆它有股奶香味，这个好鲜，稍微咸了一点。我觉得这两个菜都比上次的前湖渔港好吃，吃得出来是花功夫的，然后用食材也好。来吧，吃吧。这个棕榈树心可是稀奇东西啊，基本只长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区域。我看着像竹子。因为生长环境的限制，可以算是非常珍贵的。之前在美国倒是见过罐头装的，这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吃，所以在菜单上看到的瞬间就把它拿下了。菱角的那种感觉。就它有很多蔬菜的特质在里面。这是什么东东啊？它外面滑滑的像笋，然后里面又粉粉的像棱角，但是又没有棱角那么粉。对。它其实本身味道是属于就是清苦感的，什么东西啊？它有一点点那个，它回味有一点点那种有个水果的清甜味。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道，主要是大红袍那个花椒油的味道。没有，这个88块，它还有个做法是168还是198？怎么做的？是什么五节火？这个蟹黄汤包吧，我其实当时是不打算点的，但是我之前在丽苑吃到过一个88元的蟹黄汤包，它这个蟹油非常的亮啊，当时觉得应该很难被超越了，就突然很好奇说金沙厅会是怎么样的呈现。我们一共点了几份？我觉得它蟹粉小笼调味太甜了，以至于就是有点把蟹的鲜味道有点，就它没有什么蟹的鲜味道，我觉得啊。就是不像我之前丽苑吃的那颗，它蟹的鲜味道很重，它这个就是像是一个偏甜版本的无就是
偏甜版本，接近于无锡小笼那种调味的小笼包了，但是它甜吗？但它皮没有那么的薄，它皮是偏厚，但是口感还可以。可以，这么有仪式感。对，是现场给您制作的，那您先尝。上次在宁波吃大黄鱼被深深伤害了，但这次还是想尝试一下，就做了清蒸和绍兴三臭的2吃。其实本来这次去杭州是要专门去一家绍兴菜馆的，但是实在是没时间了，所以知道有这个做法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眼前一亮。闻起来好臭，哇，很臭。是不是我的味觉有问题啊？也没想到这道菜成为了这顿饭最大的收获之一。油条味道很正点啊。它闻着臭，但是喝了一点都不臭，对啊，是那种很香浓的味道。我根本就没闻出来臭味。那黄鱼怎么样？品质？还行。反正他们说后面的鱼很清蒸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挑战。一开始有点臭的，现在我觉得它这个黄鱼臭味比那天东泉渔港吃的要嫩。它这个是就是那个臭三宝，就是臭豆腐、梅千张和海菜骨。你闻不出来，不是嗅觉有问题吗是？也没吃出臭味道呀。吃上去是还好呀，就是它臭香的，而且非常鲜，就越喝越上头。古法原汤花螺是花雕煮花螺，吃吗？吃吧。对啊，它这个好神奇，为什么没有后面的尾巴？本人真的是又一次被中国餐厅的服务震惊到了。这个花螺之所以没有屁股，是餐厅煮完以后把屁股拔出来取掉以后，再把身体塞回去。这是怎样一个工作量啊，朋友们！我觉得调味稍微偏甜了一点，但是它花雕的味道蛮香的，就是像类似于那种醉蟹的味，醉花雕蟹的那种味道。对的，然后它口感还可以，我觉得没有到最极致的嫩度，但是它没有尾巴这件事情我是蛮惊讶的，就每个都是处理好的。西湖醋鱼，他们一般是外面西湖醋鱼都是用草鱼做的，但他们店觉得草鱼有股土腥味，所以就用粉壳鱼做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在小红书上所有西湖醋鱼的帖子下面，大家都对这道菜群起而攻之。这种味道吧，是别人做糖醋小排的味道，是还可以，口感还可以，但是你说惊艳吧，好像是没有。我因为自己也做过这道菜嘛，是想说虽然它没啥好吃的，但好像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之所以西湖醋鱼出名呢，我觉得可能也是糖醋这个味道是吧？现在是不稀奇的，以前可能还是挺稀奇的，对吧？但它用笋壳鱼做，我觉得是对的，鱼肉比较嫩。它这个西湖醋鱼的调味有点像我们调的大闸蟹的那个汁，就是醋，然后加点姜的味道，然后有点甜，然后它那个肉质吃起来其实有点像大闸蟹骨里面的那个纤维感，你知道吧？有一个人有一股很严重的狐臭味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晕死了。我讲爸爸那种，我侬闻到嘛？我对你讲，我上面的，我侬闻呢？你讲像个狐臭味，干嘛闻到嘛？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对香气的味道，他们家的葱油才是正点的广式葱油蒸，比东泉渔港不知道都好吃到哪里去了，真的是不要自己 PUA 自己。我跟你说，东泉渔港就是垃圾，前湖渔港说错了。这家大黄鱼骂了半天，骂错人。就他们家鱼也好，然后调味也好。这个是加了吉利丁的膏，什么？上面是椰浆味啊。还有呢？当中豆沙呀。就这个。没什么别的特别的。好吧，椰浆好像我是吃出来了。对啊，那么玫瑰的有的时候。这个还不错，尝尝。它龙井茶味道蛮浓的，它口感比较绵密，不是那种布丁的滑嫩感，有点像我们在铁屋吃到的那个红茶。离开杭州前，又去吃了一家某点评上必吃榜的一家餐厅，在八卦村那边。哪家爆脆扇，来吃吧。它加了什么酱？它加了那个虾米，里面有鱼的，有那个叫什么？有咸鱼干，还放一点开阳，所以它那个鲜味比较明显，就是那种
海鲜的鲜味，有点像沙茶酱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没有把鳝鱼的那个鲜味给弄出来。对，其实那还是蛮嫩的。里面是桂花板栗。表情说明一切。这道手打鱼米羹可能是当天唯一好吃的一道菜了，挺好吃的，有点像我在那个新加坡吃到那种手工鱼丸，就那个鱼的鲜味是满足的，那口感就是稍微偏软绵一点。像那个新加坡有一些鱼丸就是外表是有点脆，因为在金沙厅吃的绍兴臭三宝给我吃上头了，来了这家我又抱有幻想的点了一个双臭烧双鲜，结果果不其然是狠狠的踩雷了。上来香不香？这个香。它里面加了那个科技鱼很活，它里面加了点科技鱼很活那种红油，所以味道不纯粹。你不觉得它吃起来有那种火锅底料的味道吗？这大概就是他们那个秋冬果中。哦，对的，臭的原料排骨菜好像是，这个不行，这家餐厅我都有点无语。这个蟹新鲜吗？鳝丝也还可以。臭豆腐挺好吃的，臭豆腐好好吃，它炸的更酥。但是杭州的臭豆腐好好吃，我好喜欢常州的臭豆腐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